极寒末世来临，被困学校的同学们都觉醒了异能，有的能凭空生火，有的能变出稻谷，有的能变出动物。只有我什么都不会，唯一能做的就是在班长带人出去找物资时，抓住他们每一个人的手喊加油。靠着这些异能，同学们勉强能自给自足。但新来的转校生却不乐意了，提议将我赶出去。大家凭借异能，每天也只能搞到这么点东西，凭什么他一点贡献没有就能享受？其他同学纷纷赞同，扒掉我的棉衣，将我赶出学校。可他们不知道，我不是没有异能，我的异能是让我碰到的人在一定范围内获得异能。零下80度的极寒，出去10分钟寻找物资，都恨不得身体冻僵。不过还好今天比较顺利，一同出行的同学张磊率先推开门，我们回来了。暖意扑面而来，我刚往前面挪了半步，就愣在了原地。教室里的20几个人眼神冰冷，我心头一紧，还没反应过来，一道声音就随之响起：站那儿干什么？转校生孙艺路从人群后面走出来，眼神不善，把门关上，冷气都进来了。张磊连忙带人挤进去，我跟在后面伸手去拉门，可手才刚碰到门把手，他的声音再次响起：谁让你进来了？我愣住，抬头望去，对上了孙艺路的视线，说你呢，林岩。孙艺路走到我面前，上下打量我，出去一趟，捡回来什么了？张磊连忙举起半袋米，我们找到了这个，还有几包过期饼干。我问你了吗？孙艺路不耐烦打断他，眼睛却死死盯着我。林岩，你找到什么了？我张了张嘴，我帮忙搬东西了，搬东西。孙艺路没忍住嗤笑出声，眼底寒意加深，搬什么东西？你是能像张磊那样变出铁锹挖雪和增强力气，还是能像别人那样生火或提供物资？你除了跟在我们的人屁股后面喊加油，还会干什么？他声音阴阳怪气，教室里一片死寂，个个面面相觑，心怀鬼胎。我心逐渐沉了下来，攥紧手指。不是的，我一直在帮忙，刚才小卖部的冰柜卡住了，是我和张磊一起推。孙艺路没忍住捧腹大笑起来，推有什么用？张磊的异能之一是强化力气，没有他，你推得动。林岩，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？他往前一步，满眼不屑地睨着我，这个世界变了，现在靠的是这个。说着，他搓了搓指尖，一小簇火苗立刻窜出，又瞬间熄灭，是异能，是实实在在能让大家活下去的东西。你呢？你有什么？他每说一个字，我就后退一步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对我恶意这么大，可再怎么说，以前也是有难同当的同学，我还是忍着怒气开口解释，但我在努力。话音刚落，孙艺路翻了个白眼，下一秒，他瞬间伸出手推了我一把，我猝不及防，整个人向后踉跄了好几步，撞在了铁门上，背部瞬间传来钝痛。孙艺路嘴角勾起古怪的笑，努力什么？努力吃白食。我每天生火取暖，精神力透支到流鼻血。张磊身体也变得越来越不好，我们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命换物资，换活路。你呢？你付出什么了？说着，他一下一下戳着我肩膀，眼底变得一片猩红。大家的异能每天只能维持这么点产出，多一个人分就少一口吃的，凭什么你一点贡献都没有就能坐享其成？你可真他妈好意思蹭吃蹭喝！到最后他已经破罐子破摔了。话音刚落，角落其他人也附和了起来，就是废柴一个，整天除了嘴上会吹马屁，异能都不觉醒一个。我早就想把你赶出去了，没好意思说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识相点，就赶紧自己滚出去，别等我们扔你出去，丢脸！窃窃私语灌入耳中，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们，气得浑身发抖。感情我付出的一切都被忽视了是吧？今天出去寻找物资的时候，我还帮张磊挡住了差点倒下来的铁架。我猛地扭头看向他，张磊，你说？他眼神飘忽，瞬间避开了我的视线，说什么？没有异能，你本来就没用，就是个累赘。冷意自脚底一窜而上，我眼神瞬间冷了下来，看向孙艺路，我有异能。闻言，孙艺路没忍住嗤笑，再次伸手推了我一把。那你倒是说你的异能是什么啊？难不成整天围着男人转就是你的异能？他语气讥讽，我气得额头青筋直跳，下意识就要把我的异能说出来。可下一秒，想起之前有人说过的话，我浑身骤然冰冷。不行，不能说。我体内的能量特殊，若我亲口把我的异能宣告于众，它就会立刻失效。在这个恐怖的末世，我不敢用未来去赌。看我犹豫那么久，孙艺路笑得更开心了，懒得和我说话，他转身直接看向众人，投票吧，同意让林岩离开的举手。教室里安静了几秒，然后一只手举起来，接着是第二只、第三只，不到1分钟的时间，21只手都举了起来。在场一共23人，没举手的只有我，
还有角落的一个女生。我抬头望去，孙艺路扬起的嘴角也下瞥一瞬，眼底瞬间阴沉。他瞬移过去，猛地掐住他脖子。周小雨，你什么意思？周小雨脸色很快涨得通红，手脚并用的挣脱桎梏后，他怯懦懦开口：林言他帮我推过轮椅，帮我领过饭。上次张磊他们出去找药，是他留下来照顾发烧的我。他还照顾过很多低温感冒人，如果没有他，我们可能都死了。而且他也照顾过你的。他声音越来越小。众人唰的一下看过去，他手指攥紧膝盖上的毯子，继续道：他没有异能，但他在做他能做的。孙艺路被气笑了，顶了顶后槽牙，下一秒他一脚踢向他那条残废的腿。一阵巨响过后，周小雨从轮椅上半飞出去，以一种诡异的姿势趴在地上。众人倒吸一口凉气，我呼吸一滞，拔腿就要冲过去，可身后的张磊却立马抓住了我的手臂，将我狠狠桎梏。孙艺路居高临下的看他：你自己就是个讨饭吃的，还他妈有脸替他说话。周小雨哪里受过这种侮辱，当即泪盈满眶。孙艺露又是一脚：别以为你觉醒了锤子异能你就厉害，锤子在极寒末日有个锤子用，你一个残废，要不是我们好心，你以为你能活到现在？周小雨疯狂摇头，拖着腿从地上爬起来，坐回了轮椅。他声音发抖：我只是说他不是没帮忙，帮忙。孙艺路直起身笑了：推轮椅、领饭、照顾人。周小雨，现在是末世，零下80度，我们要的是能生火、能变食物、还能挡风的异能者，不是你们这种废人。说着，他再次抬脚狠狠踹在周小雨的轮椅踏板上，轮椅猛地后滑，撞到墙上。周小雨整个人往前扑，膝盖重重磕在地面。啊！周小雨趴在地上，眼镜碎了一地。他撑着想再爬起来，但残腿使不上力，手肘一软，又摔下去。就显得你善良了是吧？装什么装？孙艺路蹲下来，揪住周小雨的头发：就你会当好人？那你知不知道，因为你每天多分的那碗粥，我要多消耗多少异能？我没有。周小雨眼泪喷涌而出，我每次都只喝半碗，半碗也是粮食。孙艺路猛地拽着他的头发往后一摔，都是我们拿命换来的。周小雨的后脑撞在墙面上，发出一声闷响，我浑身血液都冲到了头顶。孙艺路，你放开他！我疯狂挣扎起来，但张磊架住了我，我动弹不得。孙艺路转身看了我一眼，放开他。他嘴角勾起一抹古怪笑容，狠狠抬脚踹在他腰侧。啊！周小雨的惨叫响彻整个教室，一下、两下、三下。孙艺路穿着厚底雪地靴，每一脚都用尽全力。周小雨开始还挣扎，后来只剩蜷缩的力气，喉咙里发出抽泣声。孙艺路，你住手！眼底一片猩红，我不知哪儿来了一股邪力，猛地挣脱开束缚。我朝着周小雨跑去，就这一会儿的功夫，周小雨已经奄奄一息，血从他嘴角流出来，我气得浑身发抖。孙艺路眼底闪过得意，看见了吗？这就是多管闲事的下场。说着，他又从缝隙踢了踢周小雨软瘫的身体。你不是要帮他吗？行啊，带他一起滚！你们两个废物，一起出去冻死好了！冻死！恨意自下而上疯狂冒起，我抬头看他，眼底血红一片。那你可别后悔！哈哈哈大笑。我死死咬着下唇，撕下自己棉衣的内衬，裹住周小雨头上的伤。紧接着，我把她背了起来，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教室。凉意入骨，背后的周小雨轻轻抽搐了一下，我立马散发热气，周小雨这才正常了许多。这也是每次他们出去寻找物资，我都跟着的原因。我自身就是一个发热体，每次出门我都会握着他们的手，就是为了给他们传递热量。没想到落在孙艺路眼中，就成了围的难转。可笑！我嘴边勾起自嘲的笑，抬头四处张望。教学楼早就被封死了，所有能住人的地方都被各个小团体占据。没有异能的人，要么依附强者，要么冻死在街头。他们总觉得我是废柴，可他们不知道，他们之所以会拥有异能，就是因为有我，而我自身的异能却不能使用，是因为我一旦使用，他们的就会彻底消失。一旦使用，我也不能再和他们再有联系，否则要么我能量耗尽，要么他们暴毙身亡。无论是哪一种，都不可能熬过末世。其实我本来可以独自偷生的，但念在同学一场的情分上，我还是选择了与他们共享，却没想到养一窝白眼狼。恨意汩汩冒起，我刚想用自己的异能构筑一个空间，身后就传来一阵惊叫：火！火怎么灭了？紧接着是其他人的慌乱喊声：好冷！孙艺路，快把火升起来啊！孙艺露声音带上慌张：我生不出来了，异能好像失效了。我脚步一顿，回头看去，玻璃窗内已经乱成了一团，
刚才还烧得正旺的火盆，此刻只剩一点微弱的红光。孙一路双手拼命摩擦，可指尖连火星都冒不出来。人在极度慌乱的情况下就会四处乱瞟，对上我的视线时，他瞳孔骤缩。下一秒，他猛地推开教室门。林言，你做了什么？我能做什么？我没忍住嗤笑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孙一路气得嘴歪眼斜，3两步就冲到了我面前。他死死瞪我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你刚走，我就灭了。我的异能也突然失效，你敢说跟你没关系？他眼睛赤红，感觉下一秒就要打过来。我笑了。孙一路，你刚才不是说我是废物吗？废物能搞什么鬼？他被我的话噎了一下，但眼里的怀疑和怒火更盛。肯定是你，你一直嫉妒我们有异能，所以临走前动了手脚。说着，他扭头朝教室里喊：都出来，把他抓回去审。教室里的人面面相觑，犹豫着走出来，一个个冻得缩着肩膀，看向我的眼神惊疑不定。林言，如果真是你，你把异能还给异路，我们考虑一下让你回来。张磊比较心软，也点头，对，外面会冻死的。我看着他们，忽然觉得可笑。刚才举手投票赶我走的时候，他们可没想过我会冻死。我说了，跟我没关系。放屁！孙一路瞬间炸毛，指着我就尖叫。那为什么你一走火就灭？为什么偏偏是现在？他死死瞪着我，又突然看向我背着的周小雨。刚刚被我的能量治愈了一会儿，他已经恢复了些。我把他放了下来。还有他。孙一路像抓住了什么把柄似的，大喊大叫。他刚才都快死了，现在怎么没事了？林言，你是不是藏什么秘密？众人顺着他的视线看去，瞬间开始骚动。对啊，周小雨刚才流了那么多血。林言，你是不是真的有异能？你是不是一直在骗我们？他们声讨的声音越来越大。有异能竟然自己私藏，林言你也太自私了吧！亏我刚刚还可怜了你1秒钟，我呸！那么多人都斥责我。孙一路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，他往前一步，逐渐朝我逼近。林言，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，把我的异能还回来，然后跪下来认错。不然，他眼神倏然一狠，我今天就让你尝尝被扒光扔在雪里的滋味。我被逗笑了，懒得和他多说废话，浪费热量能量，我转身就走。可他却不打算放过我，眼底闪过阴戾，他突然伸手拽住我的衣领，我一个踉跄，差点跌倒在雪地里。紧接着，刺啦一声过后，外套被他撕开一道口子，寒风瞬间灌进来，我浑身一激灵。孙一路，你干什么？周小雨想拦，被孙一路一把推开。滚开！残废！周小雨腿脚不便，瞬间摔在雪地里，而孙一路已经不由分说地拽住了我第2层衣服。不是嘴硬吗？他嘴边讥讽的笑意逐渐扩大，我看看你冻成冰棍的时候，还能不能这么硬气？所有男生都上，把他衣服扒了，搜身，看他到底藏了什么。人群只迟疑了1秒，紧接着几个男生一拥而上，开始扒我的衣服。那几个人还都是我曾照顾和保护过的，真是畜生！我气得浑身发抖，疯狂挣扎起来。可1人难敌5人，我的反抗对他们而言和挠痒痒无异。孙一路邪笑着，你不是媚男吗？几个男生扒你衣服，其实你很爽吧？我挣扎得更猛。孙一路嗤笑一声，眼底闪过恶毒，现在知道怕了。晚了。说着，他亲手抓住我最里面那件单衣，狠狠一扯，上半身最后的遮蔽被撕开，只剩下2根布条耷拉而下。我本能的蜷缩，手臂护在胸前，少女极致的羞耻心涌了上来。虽然大部分皮肤都裸露在外，可皮肤却开始变得发红发烫，心里也好像有什么东西控制不住的想要喷涌而出。我额头青筋暴起，别人都没有注意到我的异样。孙一路甚至还不满意，开始弯腰扯我的裤子，上面脱了，下面不得也脱。不要！周小雨哭着爬过来，被孙一路一脚踹开，他再次飞出去1米远，吐出一口鲜血，顿时染红了地上的雪。孙一路怒不可遏，周小雨竟然还不老实，那就让他也尝尝这种滋味，把他也给我扒光，埋到雪地里去。话音刚落，远处突然传来一阵汽车轰鸣声，所有人愣了一下，抬头看去，只见一辆军绿色越野车踏雪而来，没几秒便飞驰到了我们面前。你们敢？孙一路愣了，下一秒，研究院的陈院长踉跄着冲下来，他眼眶一阵通红，从车里拿出一件超厚防寒衣就给我套了上来，暖意瞬间包裹全身，我身上那股异样的感觉也逐渐消失。所有人目瞪口呆地看着他。孙一路最先认出他是研究院院长，脸上闪过慌乱，但他很快又挺直背，陈院长，你们来的正好，赶紧把林岩和周小雨抓回去做研究。林岩他藏匿异能，还暗中破坏我的火焰，这种人不能留。话音未落，
院长猛地扭头，闭嘴。孙艺路的声音戛然而止。陈院长猛地转身，眼睛赤红地瞪着他。你知道你搞了多大的破坏吗？林岩不是一般人，你们知不知道他是第一个觉醒异能的人？话音刚落，全场一片死寂，所有人都不可思议地朝我看来，耳边风雪呼啸。孙艺路脸色煞白地张了张嘴。我不知道，你不知道。陈院长一步步走到他面前，他气得胸脯上下起伏。那你知不知道你们所有人的异能是从哪儿来的？他转身指向我，是从他身上来的。所有人眼睛瞬间瞪大，个个僵在原地。不可能！孙艺路脸色惨白如纸，开口时声音发颤。我的火焰异能是我自己觉醒的。觉醒？陈院长苦笑，用看傻子的眼神看他。你们真以为异能是凭空出现的？说着，他从怀里掏出一份研究报告，狠狠摔在雪地上。纸张散开，上面密密麻麻的全是数据和图表。末日降临第3天，林岩被送到研究院。陈院长盯着所有人，一字一顿。我们检测到，他体内有一种特殊的能量场，所有进入他能量场范围的人都有概率觉醒异能，但前提是他深吸一口气，他必须触碰过你们。说完，孙艺路踉跄了一步，碰，触碰。对，陈院长怒气冲冲地看着他。每次你们出去找物资，他是不是都会跟你们握手？你们是有多蠢才能看不出来？那是他在用最笨的方法给你们传递能量，去使用异能。而你们呢？让他吃不饱穿不暖，又让他干最累的活，这就是你们能变出的东西变少的原因。几句话说下来，他们已经个个面露惊疑。真的假的？那为什么林岩从来不说？当然是因为他本人不能说，否则你们都会死。院长又是一声怒吼，他瞪向一个女生。你第一次觉醒水源时，是不是只出了几滴？是林岩扑过去抱住了你，你才能源源不断提供水源的，对不对？他明显想起了那个往事，脸色变得苍白。他点点头，那是他在用他的能量场替你稳定异能。他又看向张磊，你变出的第一把铁锹刚成型就碎了，是林岩捡起来重新递给你，你才能持续使用，对不对？张磊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，他一个个看过去，最后他看向孙艺路，还有你。孙艺路浑身一颤，你的火焰异能是上周才觉醒的吧？陈院长声音冰冷，是不是在林岩把谁撒在你手上给你擦手之后？孙艺路瞳孔骤缩，我的思绪也跟着飘了回去。那天他抱怨手冷，我端了一杯温水经过，不小心洒在他手上，然后手忙脚乱地给他擦干。第二天，他指尖就冒出了火星。你们所有的异能都是他给的，他像傻子一样每天消耗自己的生命能量，维持着你们20几个人的异能稳定。而你们呢？他心疼地看着我身上被挠出的淤青，把它扒光了，扔在零下80度的雪地里，想活活冻死他。陈院长说到最后，声音已经哽咽，所有人都低下了头。院长满眼怨恨，他猛地转身，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。对不起，林岩是我们研究院的错，我们不该隐瞒你的能力，也不该同意你去帮这一群畜生渡过难关。我低头看着他，又抬头看向对面那群人。孙艺路脸上的血色已经退得一干二净，他瞳孔紧缩，嘴唇剧烈地颤抖着。不可能。他声音颤抖，这是你们的剧本，你们合起伙来骗我，到现在还不信？陈院长从地上爬起来，眼睛还红着。那你们猜，为什么在冰天雪地里站那么久，你们都没被冻死？一语点醒梦中人。其他同学纷纷倒吸一口凉气。是啊，平常出来1分钟都快被冻僵了，今天竟然没感觉。所以教室里一直发热的不是火炉，而是林岩。怪不得每次寻找物资他都跟着出去。短短几秒，他们开始变得懊悔不已，尤其是刚刚扒我衣服的那几个男生，一个连着一个的扑通跪在我面前，很抽着自己的脸。我们不是故意的，都是听信了孙艺路的误导。我向你道歉，你千万别怪罪我们。他们声音都带上了哭腔。孙艺路目眦欲裂，伸手就要把他们拽起来。你们干什么？我们不冷是因为我们穿得厚。听他们瞎逼逼什么？院长没忍住被气笑了。几秒后，他猛地伸手将孙艺路的手拽了过来，强势按在我的手臂上。下一秒，他指尖就冒出一小簇火苗，全场一片死寂。人群中有人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。陈院长拉开他，又拽过来张磊。在我指尖碰到他的瞬间，他手臂肌肉猛然奔起，力量强化异能恢复的征兆。真相毋庸置疑，惊呼声和道歉声混在一起灌入耳中。孙艺路看着这一幕，脸上的血色消失殆尽。下一秒，他绝望地瘫坐在雪地里，像看怪物一样的眼神看着我。所以那些火，那些食物，那些工具都是因为你才有的。是啊，我抬眼看向他，眼底恨意浮现。过去我每天消耗自己的能量，维持着你们20几个人的异能稳定，
我像个傻子一样，以为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就能活下去。可实际证明，人心险恶，尤其在世界末日这种恐怖的背景之下，更能照出心怀鬼胎的人。我往前走了一步，脚下的雪融化了一小片。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嘴边挂起讥笑。可以后不会了，而你们就等死吧。话音刚落，我扭头看向研究院院长，院长，研究院的车能用吗？毕竟周小雨腿部有伤，半米深的雪地里背着他走实在不是权宜之计，而我唯一缺少的就是瞬移异能。院长愣了一下，连忙点头，能开。好。我转身扶起还瘫坐在地上的周小雨，小雨，我们走。众人纷纷望着这边，我刚把周小雨扶起来，张磊就扑过来抓住我的裤脚，他哭得满脸是泪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你拥有这么强的异能，刚刚投票也不是我的本意，你带我一起走吧，求求你，我真的不想被冻死，我以后一定忠诚于你，给你当牛做马。第一个赶上来，第二个就也拥了上来，几秒钟功夫，个个都眼带哀求。我冷笑一声，低头看着他们，这些都曾是我帮助过的人，也有人帮助过我，可他们如今早已经变成了我不认识的样子。这么想着，我一脚把他们蹬开，张磊被踹中，浑身失力的向后仰去，直直的倒在了雪地里，在雪地里抽搐了2下，他1秒之内断了气，瞬间被冻成了冰雕。也是，没了我散发热量，这边会瞬间变成80度低温，周围安静一瞬，瞬间响起此起彼伏的尖叫声，死人了！现在林岩都不帮我们了，还不快赶紧跑！话音刚落，其他人迅速反应过来，疯狂朝着屋内跑去。我轻笑一声，扶着周小雨上了车。院长一边拨动方向盘，一边好奇地看向我，就这么放过他们了？我看向窗外白茫茫的天地，嘴角弯起一个弧度，不可能。越野车在雪地里开出不到500米，我让陈院长停车，就这儿吧。车窗外是教学楼后面的一片废弃操场，空旷又平整。陈院长嘴唇动了动，这么近，我点点头。再怎么说，这里也是学校，有围墙，比学校外面要更安全一些。周小雨紧紧挨着我，身体还在轻微发抖。推开车门，踩在齐膝深的雪里，我环顾四周，远处教学楼的窗户后挤满了人影，他们趴在玻璃上，死死盯着这边。我收回视线，闭上眼睛，意识很快沉入一个透明的空间。这就是我觉醒的第一个异能，构筑绝对安全的空间。意念出来的那一刻，能量喷涌而出，我张开双臂，顷刻间，半径10米内的暴风雪骤然静止。紧接着，玻璃墙自下而上的建筑升起，前后不过1分钟的时间，一个巨大的玻璃室就矗立在了操场，里面的温度持续不断的上升，内外彻底变成2个世界。我睁开了眼，将院长和周小雨带了进去。我的这个空间是有要求的，顶多不能超过10人，不过对我们3个来说也够了。里面已经升到了20多度，温暖如春，而外面呢，在我们进来的那一刻，暴风雪就下得更大，而且气温也在以恐怖的速度骤降，几分钟内就从零下80度降至零下100。远处的教学楼窗户上瞬间爬满冰霜，这是陈院长完全没想到还能控温，声音发颤。不是控温，我的空间以我为中心，半径10米，绝对领域。领域之内，我说了算。领域之外的话，我看向教学楼，轻笑一声，会因为我抽走了这片区域的热量本源而加速坠入极寒。话音未落，教学楼那边传来持续不断的尖叫，估计是有人冻死在室内了。我闭上眼睛，启动了透视异能，一副凶残凄惨的画面瞬间浮现眼前。教室内，2个体质偏弱的女生已经躺倒在地上，奄奄一息。窗户和铁门已经被冻死了，怎么也打不开。在这种近乎绝望的情况下，有人开始砸门、砸东西，甚至把火炉里仅剩的一点星火都给砸灭了。结果显而易见，更冷了。失去了我的能量共鸣支撑，他们的异能本就处于崩溃边缘。现在外部气温骤降，孙一路拼命想生火，可根本没用，手都搓破皮了也没用。我刚想再切换其他视角看看，一道尖叫就拉回了我的思绪。林岩是王浩，也是同学之中嗓门最大的一个人，果真穿透力极强。我朝着那边看去，他不知怎么撬开了窗户，半个身子探出来，脸冻得青紫。我们错了，我们真的错了，你回来，没意思。我收回视线，与此同时，远处更多的哭喊声传来，林岩救救我们，我们要冻死了。各个声音绝望又凄厉。倘若是之前的我，肯定会不顾一切的去救他们，可现在，我闭上眼睛，脑海里闪过的都是刚才那一幕幕。孙一路肆意的嘲笑，男生们扒我衣服时的邪笑，还有那21只高高举起的手。想到这里，我不由自主地攥紧了手，指甲陷进掌心，引起刺痛。周小雨轻轻握住我的手，林岩，
我蓦然冷静了下来，睁开眼看他，他眼底满满的心疼，还有对外界的恐惧。林言，你不会心软要救他们吧？什么天真的想法？我轻笑一声，强势把情绪平复下来。我看向远处那栋教学楼，不救。本来我要看着他们如何在极寒中痛苦而亡的，可我没想到孙艺路竟然能找过来。为了抵抗低温，他直接裹了个被子，一步一踉跄地踩过积雪，走到我们的玻璃房后，他已经冻得嘴唇乌紫，他止不住地哆嗦着。开口时，声音带着哭腔：“林言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该那么对你的，求求你了，放我一马。”眼泪涌出，又瞬间冻住。他眼前甚至开始模糊。我刚才是一时糊涂，我就是太害怕了，外面那么冷，我怕物资不够，我怕大家活不下去。其实我本意不坏的。说着，他扑通一声跪在雪地里：“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们那么多年的同学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”我看着他，想起15分钟前他还站在雪地里指着我的鼻子骂废物，想起他脸上那个得意的笑容，我嗤笑一声：“孙艺路。”他泪眼模糊地看过来：“你刚才说大家的异能每天只能变出这么点东西，凭什么他一点贡献没有就能享受？你还记得吗？”他脸色一白：“你还说没有我，你们的人能拿更多东西回来，是不是？”用他的话来对他，他眼神瞬间变得飘忽不定。我那是一时气话，是吗？我笑了笑。那投票呢？21个人举手让我滚出去，也是气话。话音刚落，他浑身瞬间僵住了，在外面跪的时间太长，动作都带着不自然。我看着他继续开口：“如果现在跪在这里的人是我，你会让我回去吗？”他张了张嘴，下意识回复：“会个屁！”我冷笑一声，嘴里没一句实话：“那你就别进来了。”孙艺路脸色一白，嘴唇张了张，几秒后才艰难开口：“我承认我不会，不过我那也是没办法的权宜之计。”话音未落，我轻笑一声，他的声音止住，定定地看我。其实我明白，他不但不会让我回去，还会踩在我身上，笑着看我冻死。看我这么耍他，还没有让他进去的意思。他眼底闪过一抹怨毒。所以扯了那么多，你就是不肯救，对吧？我挑了挑眉。是啊。他脸色顿时变得铁青，声音也跟着尖利起来。你就是记仇，你就是想看着我们死。我就知道你是毒蝎妇人心，还说什么不能说出自己的异能。我看你分别不想和我们共享。他越说越气，我静静看着他表演。他以为我默认了，蹭的一下从雪地里站了起来，裹紧被子，指着我的鼻子就一顿输出：“林言，你以为你有异能了不起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你不让我们活。”他突然发狠，弯腰从地上抱起一块冻硬的雪块。那你也别想好过。说罢，他用尽全身力气，把雪块狠狠砸向玻璃房边界。我被逗笑了。雪块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，在触及玻璃边界的瞬间，雪块以更快的速度和更猛的力道原路返回。砰的一声，正中孙艺路的胸口，他整个人被砸得向后飞出去，重重摔在雪地里。噗，一口血喷出来，染红了面前的雪。他蜷缩着，捂着胸口，疼得直翻白眼。空间竟然会反弹。陈院长看得目瞪口呆，不可置信地看向我：“林言，你连这个都能控制？”我轻笑了一声，没回答，只是看着孙艺路在雪地里痛苦地翻滚。他挣扎着爬起来，眼睛赤红地瞪着我：“我不信，我不信！”他又弯腰，双手在深雪里乱刨，最后捡起了半截冻裂的砖头。他卯足了劲，再次砸过来，反弹，砖头砸在他自己膝盖上，咔嚓一声，骨头断裂声响起，看着都疼。周小雨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。孙艺路惨叫一声，再次跪倒在地。第3次，他捡起一根生锈的铁棍，抡圆了朝着玻璃门砸过来，嘴里喃喃着：“我就不信没有一个突破点。”巧了不是，还真没有。又是反弹，铁棍砸在他自己肩膀上，他整条右臂瞬间软垂下，明显脱臼了。第4次、第5次，每一次攻击都被完美反弹回他自己身上。他像个疯子一样在雪地里爬起又摔倒，摔倒又爬起，浑身是血，却还在拼命捡东西砸。可气温实在是太低，最后他瘫在雪地里，动弹不得，嘴里也不断涌出血沫。啧，我摇了摇头，走到玻璃门面前，居高临下的看他：“孙艺路，你现在信了吗？”他嘴唇动了动，想说什么，却只吐出一口混着碎牙的血，然后眼睛一翻，被冻晕了过去。远处的教学楼里顿时传来压抑的哭声。我忽然觉得没意思，索性用空间异能把他隔空拖了进来，暖气瞬间笼罩了全身。几分钟后，他猛地抽搐一下，咳出几口血沫，缓缓睁开眼睛，看清自己身处的位置后，
他瞳孔骤缩。我进来了。他声音嘶哑艰涩，哈哈哈，我进来了。林言，你还是心软了？你还是……话音未落，他突然从地上弹起来，朝我猛扑过来，眼底布满了红血丝。他把牙齿咬得咯咯响，把我的异能还给我，把我的火还给我，真是死性不改。我咬了咬牙，轻轻抬了下手指，意念一动，从他脚踝开始，冰层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上蔓延，从小腿到大腿，再到上半身，短短几秒的功夫，他就变成了一个冰雕，只露出了一个头。孙艺路看着自己迅速被冰封的身体，目眦欲裂。不，放开我！林言，你放开我！他拼命挣扎起来，可他挣扎的越狠，冰层就会越厚。显然，他也很快意识到了这个问题，迅速安静了下来。他眼眶含泪的看我，放我出去，放我出去！好冷，林言，我好冷，我求求你！我没说话。周小雨却从我身后走出来，手里还捏着一把锤子。孙艺路瞬间瞪大了眼睛，你想要干什么？周小雨冷笑一声，掂量着手中锤子。你不是说我变出锤子的异能没用吗？我让你看看有没有用。说罢，他眼底迸出恨意，高高举起了手上的锤子。孙艺路吓得面容失色，尖叫不止。周小雨，你冷静，我们是同学啊。同学？周小雨没忍住气笑了。你踹我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我们是同学？叫别人扒我衣服，怎么不说我们是同学？锤子落下，狠狠砸在他肩膀上，砰的一声，冰层碎裂，露出里面冻得青紫的皮肉。孙艺路瞬间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啊！周小雨没停，第二锤砸在他的腰侧，第三锤砸在他的大腿，一锤比一锤砸得狠。孙艺路的惨叫越发凄厉，但他如今被封在冰里，也只能受着。林言，我求求你了，让他停，让他停啊！我不会再来求你们收留了，你们给我留条生路。几锤子下去，他奄奄一息。我看着他，轻笑不止。现在知道疼了？知道了。他眼泪鼻涕呼了一脸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你放过我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以后，我笑了。你觉得你还有以后吗？他瞳孔骤缩。周小雨打累了才停下来，他喘着粗气，恶狠狠地瞪着孙艺路，歇会儿再打。孙艺路面如死灰，活着要遭受痛苦，死又死不了。他眼睛都快哭成了核桃，这么折磨我，你还不如给我痛快，杀了我！有本事你杀了我啊！痛快！我这人最擅长帮别人实现愿望。我勾了勾唇，手指再次抬起，下一秒，一团火焰从我指尖喷涌而出，瞬间吞没了整尊冰雕。冰与火碰撞，发出刺耳的水汽蒸发声，白雾蒸腾。孙艺路的惨叫声响彻整个玻璃房。很快，皮肉烧焦的臭味弥漫开来，他的头发瞬间碳化，皮肤冒出许多大大小小的油泡。他叫得撕心裂肺，到最后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了。我适时的收了火焰，冰层已经融化大半。孙艺路身体焦黑，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向外扑去，顷刻间摔进零下80度的雪地里。我知道他是想降温，可他自从扎进雪窝后，就再也没能站起来。我抬眼看向不远处的教学楼，窗户后的人影都僵住了，如今个个难以接受，甚至有人控制不住的干呕起来，还有人抱在一起瑟瑟发抖。至于其他没看到的几个人，应该都被冻没了。我抬起手，掌心向上，几秒钟的功夫，天空就暗了下来，乌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凝聚，漂浮在教学楼上空。与此同时，电光流窜，噼啪作响。教室里的人显然也察觉到了异常，个个脸上浮现惊恐的模样。我收拢五指，第一道雷瞬间劈在了教学楼顶，整栋楼剧烈震动起来，尖叫声瞬间响彻整个教学楼。接着是第二道，劈在3楼走廊的窗户，玻璃炸裂，碎片飞进室内，瞬间扎破不少人的皮肤。接下来又连着好几道雷声响起，雷电无一例外地劈向那栋楼，里面的人瞬间四处逃窜，有人从3楼掉了下去，立马摔进零下100度的雪地里，还有人裹着厚衣服试图从楼梯冲下来，但楼梯已经被劈塌，雪地湿滑，他们无一例外从缺口摔下去。那边一度乱作一团，不知过了多久，雷声终于停歇。那栋教学楼已经塌了一半，3楼彻底消失，2楼摇摇欲坠，1楼被积雪和废墟掩埋。我放下手，刚刚的雷电来得确实有点猛，我手心微微发麻。身后，周小雨轻轻拉住了我的衣角。林言，他们都死了吗？我看了看那边，一直过去了很久，也没有人再露出一个头。即便有幸存者，也在冰山雪地里活不下去了。或许这就是报应吧。自那之后，领域成了唯一可以生存的地方。我们3人在这温暖空间里过上了近乎奢侈的生活。
我想要床，地面就升起一张2米大床。院长想用一小块地方开辟个研究室，我也满足了他的愿望。什么东西都可以靠着意念实现。当天晚上，我们就吃了火锅，热汤翻滚。周小雨盯着锅愣了很久，眼眶通红。我被他逗笑了，怎么有吃的还不吃呢？他嘴角一撇，眼泪瞬间涌出。我以为这辈子再也吃不到了呢。我又被逗笑了，轻拍他后背安慰着他。陈院长夹了片肉放进他碗里，声音有些哑，吃吧，趁热。那顿饭我们吃了很久，本来以为我们能苟活到灾难结束，可我没想到第3天就有人找了上来，是个老太太，看起来像是迷路了。她拄着根树枝踩过雪地，透过玻璃看到里面的场景，她扑通一下就跪了下来，老泪纵横，求求你们给口吃的吧，我孙子快饿死了。说着，她把小男孩拉了出来，约莫5、6岁，眼睛闭着，呼吸微弱。周小雨心善，拉了拉我的袖子，林言。我起身走到边界，赶紧把2个人请了进来。若他们是好人，我自会收留；若发现别有所图，我自然也会有办法对付。老太太千恩万谢，抱着孙子哭得说不出话。接下来一段时间，持续有人找上门来，大多是老弱病残，每一个我都放了进来。人多了几个，玻璃房内也有了点人气，但心怀不轨的人总是有的。第5天来了3个男人，看着30出头，但眼神却透露着不善。我皱眉，没放他们进来。他们倒先开了口：“小姑娘，听说你这儿有吃有喝，还暖和，带兄弟们一起享享福呗。”我没说话，静静看着他们。放心，我们懂规矩。那人拍拍胸脯：“我们有力气，能干活，能保护你们。”他话刚说完，手突然按向边界，这是想强行进来啊！我嘴边扯出一抹笑，在他用力的同时，撤掉了那一片的边界防护。他用力过猛，猛地往前扑进来，摔了个狗吃屎。后面2人见状也连忙跟进，边界重新合上。他们脸上露出得意的笑，眼神贪婪地打量着四周，手也不老实地动一动这摸摸那，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地痞流氓的样子。周小雨皱着眉走过来：“林言，感觉他们来着不善啊，要不要把他们赶出去？”赶出去，那他们还会继续做坏事，还不如就此赶尽杀绝。这么想着，我意念微动，他们脚下的地面瞬间裂开3道缝，他们都没有防备，尖叫一声后就落入了无尽的深渊。衣服里面的东西也被甩了出来，是把匕首。果然心怀不轨，意念再次有了动静，地上的裂缝慢慢合拢了起来。早就听说我有超强异能，可当收留的那些好人看到这幅画面，还是个个惊讶的不像样，但也没人多问。只有那个被我救下的小男孩忍不住小声问他奶奶：“奶奶，那几个叔叔呢？”老太太捂住他的眼睛：“他们是恶人，去该去的地方了。”类似的事情后来又发生了4、5次，有想偷东西的，有想抢地盘的，有想对我动手的。我能猜透他们的想法，无非是认为一群弱势群体都比较好欺负，但他们忘了这里还有我。只要心怀不轨，他们就没再出去过，要么被冰封，要么被火烧，还有时候是地面裂开掉了下去，甚至是凭空出现的冰刺贯穿。渐渐的，再没人敢动歪心思。他们感激我给的食物和温暖，但也畏惧我杀人的干净利落。我不在乎，末世里善良要有个度，否则就是愚蠢。这是我的亲身经历。由于这段时间内我除恶扬善，做了太多的好事。1个月后，空间升级，玻璃房的领域扩大到了半径50米，而且可容纳的人数也更多了。这就意味着我可以收留更多的弱势群体。更奇迹的是，在我的能量持续滋养下，周小雨的腿渐渐有了知觉。陈院长每天泡在他的研究室，我由着他去，外面仍旧是零下100度，暴风风雪依旧，极寒依旧，但玻璃房内灯火温暖，孩子们追逐笑闹，老人谈笑风生。就这，对于末世中的我们而言，就已经很幸福了。